这一期我们讲育人之术，这也是人情世故的基本原理。如果你听懂了这一期，将能如鱼得水，游走于世间万象之中。育人之道，并非以恐惧为基础，而是在行事时心中有数，处事泰然自若，从而逐步构建出属于自己的精神极乐世界。让我们先明确一点，育人并非单纯的管理或指挥。在网络上，关于管理技巧的内容层出不穷，它们因其简明易懂、步骤清晰而深受欢迎。但我今天要谈的育人，其核心在于赢得人心，让他人真心跟随与忠诚。这与简单的管理截然不同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艺术。人情世故的落脚点是事件，我们要用事件来实现计策，而事件中必须涵盖利益。人只有在利益面前，你才能看清它，看透它。我来拆解一下育人之术，你要按照顺序来执行。第一，切断私欲。切断私欲，才不会被别人控制。育人术是双向的，你可以对别人使用，别人也可以对你使用。你记住，所有一切的工具都是先从自己身上下手，先切断自己的私欲，各种欲望归零。凡是把事业做大的人，并且还可以善始善终的人，都是无欲无求的人。欲望这个念头，只要你一动，你就做不到自己这台机器完美的运转。你的判断会随着情绪波动而出现失误，就是你不稳定，你的想法也不会执行得很完整。第二，只讲制度，不讲人情。只讲制度会显得无情，只讲人情，别人会不停地试探你的底线，从而践踏你的底线，损害你的利益。保持绝对的冷静和冷漠，这一点也是对自己的。你发现没有，很多工具你不了解的时候，以为是用在别人身上，其实不是。更多核心的心法，大多原理都是对内的要求。第三，因人施法，顺其自然，这也是无为之境。每个人身上都有特有的属性，根据不同类型的人，因人施法，因人施术。这个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，无所作为。正确的理解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智商、情商、能力、性格和立场，你要针对不一样的综合体，用无为的方式与其周旋。你手中有这么几张牌，可以出开放、封闭、进取、退让、轻视、尊重。人是不一样的，一定要区别对待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做出具体的攻心策略。当你对待有自己想法的人，有专项技能的人，不光要有奖励，还要给他们施展才华能力的空间。你不要管他们，要放权，从放权中展现你的格局，这样才能让有才华的人从心里看重你。面对道德品质较高的人，千万不要以力去引诱他们，而是要主动向他们说出自己的难处、困境，让他用自身的能力来帮你解决你的困境，达到从心理上对他们能力的肯定。记得呀，要用事件来完成，而不是你的那张嘴。对待勇敢的人，不要用条例恐吓他们，相反，要尊重他们，必要的时候让他们主动替你解除危难。事件过后，用情谊来予以肯定，也就是说，必要的时候你要制造危难。能看懂吗？如果对方是智者，思考能力极佳的谋略人士，千万不要欺骗他们。相反，任何事情都要跟他们商讨，把难堪展露出来，暴露自己的笨拙，展现你的坦诚，然后让他们立功，用立功彰显他们的智慧，给他们舞台，才是拿下智者的根本。一般智者不可得，用好了，他们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。如果你恰巧遇到了年薪，放心给，因为他们给你做出的判定、计策、谋略千金难换，甚至可以为你的企业避坑避险。你要知道，如今的资本市场，可能一个误判就让你灰飞烟灭。
懂得老板自然懂我在说什么。至于如何分辨他们是不是普通人，还是有其特殊的能力，很简单，普通的人是愚昧的，容易被规章制度吓退，更容易被利益所引诱，这等人用不上驭人之术。本工具对于使用者，你要切记，先无为，顺应对方，再无为而为之，顺势而为，借力打力。我们用人于无形。第四，奖惩并用，学会散财聚人。做得好就大大的奖励，做得不好就要惩罚，要学会散财，人才就来了。如果是普通人，一般都害怕惩罚，贪图奖励，而认知高一点的他会有自身的抱负。你要找出他向往的抱负是什么，用他的目标管理他。这里面的核心奖惩一定要实事求是，诚实可信，惩罚要公平公正，不能有私情。具体的操作有很多种。那散财聚人我们该怎么理解？我先告诉大家大概是怎么回事。打工上班用的是脑力和体力，挣的是固定工资，而赚钱不是。赚钱本质上是收钱，收钱本质上是看准当下红利发展趋势，赚的是势能，根本上考验的是你认知体系有多完整，维度有多高。这个我点到为止，稿前我会继续做分享。这几句话能看懂的，自然你就秒懂了。为什么我要先提一嘴这个？因为散财从本质上来说，是对不同认知的人分不同的财。能理解吗？总结，如果你遇到的是猪，就不要跟他谈理想，要跟他谈饲料，请对症下药才是这个工具的根本。不要用情绪看待世界，好比太阳和人心，是你永远不要去直视的。不要解决人性的问题，要顺着来。那这些道理，如果你反着看，你就能很快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可用之才。当你有漏洞的时候，可以让别人放心。所以最高级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，能看懂局还敢往里钻的都是高手。切记，如果你不是高手，正常育人最多能驾驭3人，至强者也不会超过7人，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个数。育人的进阶版就是永远只跟3-2个人沟通，永远只跟团队的核心人员沟通。那术、道、法要层层吃透，他们是递进关系。最终的时候，我会去讲宇宙观，你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个人生原来如此。如果你能够看懂宇宙观，我相信你会觉得前面都白活了，并且一身冷汗。第5，引入竞争，制造落差感。挑起竞争的核心工具是重奖重罚，扩大双方的落差感，动力自然就有了。同时还要经常引进优秀的新人，给予高权力，借他们的手打自己的老臣。新高管进来在公司没有根基，如果你给他撑腰，他一定对你马首是瞻。等新高管和老臣打得不可开交时，你再出来做和事佬。他们之间越你争我斗，他们工作的动力越强，你就越轻松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皇帝把太监的权力放得那么大，就是用来制衡文臣武将的。做老大，境界、能力、手段缺一不可。境界降服高手，能力降服普通人，手段降服小人。菩萨心肠加雷霆手段才是顶级高手。第6，保持力量均衡，用质衡数。强者肉吃多了就会膨胀，这时候就需要打压和制衡。做老板心要善，但手段一定要狠。和你创业初期的老臣会成为你后期发展的障碍，因为老臣资历老，收入高，跟老大太熟，太了解你过去的样子，就会越来越放肆。想要老臣持续有动力，就拿最刺头开刀，杀一儆百。成大事者必须打破情关，一切以结果为导向。皇帝杀老臣，不是皇帝绝情，而是皇帝要对天下苍生讲情。凡是被小情小爱困住的男人，
都会变成女人眼里的废物。你要讲大情，舍小情，任何时候都要跟你底下的人讲明白，我不是一个讲感情的人，咱们之间就是价值关系，谁不成长谁就是背叛，谁不贡献价值谁就是绝情，有这股狠劲，你的事业自然能干大。想做老大，就要有搞定人的手段，而搞定人的核心是搞定刺头。任何一个团队里，那些很听话的人往往没什么能耐，能耐很大的人个个都是刺头兵。育人之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，任何的术都不是万能，只能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使用才会有效，不分先后，可以单独也可以几个同时使用。育人术很消耗管理者的精力，其次管理者容易被架空。创业可以采用育人术管理企业，守业必须依靠制度。对于家族企业，你无法保证你的后代也能熟练掌握育人之术。育人之术无法长久管理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，各种时代的兴盛和衰败有其必然性。古代的商帮晋商、徽商、朝商也是昙花一现。进入现代社会，传统文化丢失，宗族分崩离析，血缘淡化，人心不古，礼崩乐坏，各怀鬼胎，不懂感恩，不懂知遇之恩，信任危机，互害型社会。育人术的管理模式慢慢淡化并退出历史舞台，因为各个时代的人接触的文化属性不一样，信仰也不一样。现在企业必须通过制度和契约来管理，同时制度也不是万能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必须与时俱进，不断修改完善。育人术正因为是术，只是一种驾驭人的方法而已。想要驾驭人，首先自己需要足够优秀，特别是在某些方面能够拔尖突出，让别人仰慕你的同时，还要拥有一定的资源实力。人如果自身没有实力，用不上育人术，只能让别人驾驭。术没有道的加持不能成为有益的术，正如老子《道德经》中所说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世界上可以解释清楚地道，就称不上是永恒的道，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，可以定名的名，同样谈不上是永恒之名。要用动态的眼光看世界。